通常来说，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变成发达国家，都需要经历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想尽一切办法提高生产力，然后向外出口第一产业商品，通过国际贸易换取大量外汇储备，再通过这些外汇反哺本国，发展工业或者基建什么的。第二阶段，有了一定程度工业基础后，开始向外出口第二产业商品，也就是钢铁、服装之类的工业品，然后再用换来的外汇发展高科技行业，开始第3阶段的筹备。再就是第3阶段了，开始出口芯片、汽车、医疗器材等高科技商品。拉美国家独立后走的也是这条路，然后大家就看到了现在的拉美地区。2018年，巴西 GDP 总量约为 1.9万亿美元，位列世界第9位，总人口 2.09亿。墨西哥 GDP 总量约为 1.2万亿美元，位列世界第15位，总人口 1.26亿。接下来是阿根廷5725亿美元，总人口4400万。委内瑞拉4823亿美元，总人口2887万。哥伦比亚3295亿美元，总人口5000万。人均 GDP 最高的是委内瑞拉16705美元，最低的是哥伦比亚6590美元。18年世界人均 GDP 是11305美元，中位数4264美元。这个数据算低吗？不低吧。可是你感觉墨西哥、巴西、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普通公民穷不穷？不用怀疑你自己，你的感觉没有错。你看这些拉美国家发展到现在，能找到几条完整的工业体系啊？因为拉美这些国家从踏上发达国家之路的第一步就跑偏了，跑偏的根源就是自由贸易。凭借本土资源的优势，拉美国家其实很轻松就可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。比如委内瑞拉石油储备世界第一，但是因为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格局，又有一个强大的邻居，拉美一众国家心急啊，谁也不想跑在别人后边。作为人类的灯塔国，全球的意见领袖，美国的经济援助来了，由美国出钱出技术，帮助拉美地区完成战后重建以及基础的工业体系建设。当然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条件的，比如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矿产、石油、农产品之类的第一产业资源。结果就是发展了多年，资源也卖了不少，甚至有不少还是不可再生资源，却基本没赚到什么外汇。由国外援助的工业体系也不是什么先进技术，做出来的商品成本高是一说，还不一定卖得出去，没啥竞争力啊。最关键的，这些经济援助真正能落实到拉美地区的，远低于纸面数据。就拿巴西来说吧，拉美地区发展相对较快的一个国家。1965年，巴西收到的来自国外的直接投资高达1亿美元，可真正落实的实际只有7000万美元。再加上利润、股份、专利费、技术援助费、商标使用费，这杂七杂八的算下来，大家觉得还剩下多少呀？再看巴西的工业体系，1955年到1965年10年时间，巴西工业生产力提高近130%，可是工人薪资水平只增加了6%，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利润都通过各种五花八门的渠道流出去了，拉美本土压根留不住。这还只是其一哦，别忘了前面说的自由贸易。拉美地区的市场整体是开放的，也就是允许外国资本和商品自由出入。在大量物美价廉的外国商品倾销下，拉美本土工业体系不破产都算不错了，还发展根本不可能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看到拉美国家发展缓慢、人民贫困的原因。哦，不对，压根就没有增长，一直都在保持第一阶段啊，纯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。而且这个发展缓慢的说法其实还有水分。大家想嘛，资本都是逐利的呀，那么外国资本对拉美的投资有多少是愿意投资在拉美基建的？除了政府应该没有了吧？因为基建赚钱太慢了，动不动就是几年、几十年，除了政府有足够的操作空间，又有多少私人资本耗得起？所以这些私人资本投资的领域，多数都是风险小、见效快的领域。这个世界上什么最保值呀？别给我说什么黄金啊，真正保值的是土地。所以这些外国资本对拉美地区的投资，多数流向的都是房地产和股市。房价高了，股市涨了，拉美地区第一产业又赚不下钱，工业体系还发展不起来，那么拉美那些本地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，会怎么做？只能是跟着外国资本操作呀，投机，大量的投机，一窝蜂的涌入房地产和股市，进一步催高金融泡沫。然后大家就看到了1870年到1914年，拉美地区 GDP 增速是全世界唯一能和美国相媲美的。1914年到1950年，拉美地区和苏联是全世界唯二能和美国相媲美的。1950年到1973年，拉美地区一些主要国家开始相对下降了，可是地区整体其实变动不大。1973年到1998年，拉美地区经济水平滑铁卢式下跌，遭受重创，到现在都没缓过来。因为1979年美联储加息了，加息的结果就是大量资金开始逃离拉美，借钱投资的着急还钱，拖得越久利息越多呀；没有借钱的着急存钱，存得越多利息越多。反正不管咋样，都是要回到美国银行，剩下的就是拉美地区的一地鸡毛。房地产暴跌一文不值，股市暴跌接盘的倾家荡产。不过对多数拉美普通人而言啊，其实没什么区别。不管是 GDP 高速增长还是高速暴跌，拉美人一直都贫穷得很稳定，因为从始至终这就是一个资本游戏，一场彻头彻尾的金融殖民。表面看上去发展的风生水起，可实际呢，经济泡沫巨大呀，结构单一，真正发展的只是外国资本投资到拉美金融市场的资金，是膨胀的房地产泡沫。拉美本土其实一直都在原地踏步，勉强靠出口资源维持生计，仅此而已啊。期间也不是没有人站出来反抗，但要么遭受军事入侵，要么遭受军事政变。总之，只要能把拉美地区套在资本陷阱里出不去，韭菜就能一直割下去。这就是上期说的那条门罗宣言的作用。
拉美地区想要反抗，想要推翻现有的经济格局，美国就有理由怀疑这是其他国家对拉美地区的染指，是在干涉美洲大陆的政治制度，危害美洲大陆土地安全。美国的霸权主义就是这个时候用的，关键这还是拉美地区自己选择的，躺平也不行，不是没有躺平过啊。1982年，墨西哥率先宣布还不起债了，剩下的拉美国家也有样学样，纷纷宣布还不起了。截至1986年，拉美地区债务总额直线突破1万亿大关，结果呢，大量企业、股票甚至是矿产资源纷纷被外国资本抄底，彻底成了别人家的东西。想要保留优质资产，那就继续贷款吧。新一轮经济援助可能会迟到，但绝对不会不来，就看你愿不愿意继续待在这个陷阱里边。还有1981年，阿根廷经济下滑，通胀指数比以往高了6倍 ，GDP 下滑11.4%。总统加尔提里为了转移矛盾，也是为了拒绝套路靠自己解决问题，把目标瞄向了英属马岛。结果呢，这边还没开始庆祝，英国那边航母出动了轻松夺回马岛。绝对的武力下，弱国没有话语权。我是大木，我们下期再会。